大家好，我是阿聪。随着冬天的到来，马拉松赛事也越来越密集。想要破全马 PB 的人，大部分都会找一场天气够冷、人数又多的赛事来跑。跑这样赛事的好处，就是不管你想跑哪一种配速，都可以找人一起跑。那跑全马要如何配速呢？当然不是用半马时间乘以2来算，这边列出比较常见的3种策略，来看看你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人。第一种类型，前快后慢跑法。这种跑法通常是为了趁着早晨天气还凉爽的时候，在比赛的前半段迅速拉开距离，也就是在太阳出来之前多补一些里程，以便在后半段有更多的时间来调整配速。这种策略通常比较适用于10公里或5公里等短程赛事，因为全马距离大幅度增加，中间变数也会增多，跑者常常会有后半马甚至30公里后爆掉情形发生。但如果前快后慢的配速能够稳健，或者跑者当天的体能超出预期，那么很可能够打破自己个人纪录。以这种跑法来跑的跑者也不少，通常比较适合参加很多场赛事的人，因为总有一场赛事因当天身体状况突然感觉像超人一般，然后不小心就破 PB 了。第二种类型，平均速度分配跑法。这种跑法理论上是最佳跑法，能够全程保持均速来完成，然后破 PB。但实际上，要平均地分配体能，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，因为随着距离的增加，体能自然会逐渐下降。再加上赛道上有顺风、逆风、上下坡、弯道等变数，使得后半段想要保持平均配速变得格外困难。比较适合这种跑法的人，通常训练量要够多，因为高跑量的人持续力较持久，较容易在后半程撑住均速，而且拼斗心态也要够强烈，在身体不适或遇到撞墙期时，更能够撑回到终点破 PB。 第三种类型，前慢后快跑法。这种跑法是最多跑者来尝试，透过前面稍微较慢的配速原则，在后半段保留足够的体能来决胜负。所谓前半段慢，并不是真的要缓慢前进，而是在自己可以掌握的范围内，尽量减少体能的变动。而全程马拉松常被认为是下半场才真正开始的竞赛，所以这种跑法也是一个广泛可以接受的观点。如果跑量不足，或是拼斗心态较低的人，这种跑法蛮适用的，因为前半段稍微放慢速度，使得后半段还能持续加速，这会有后半段超车，或是后半段持续加速的成就感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前半段要是放太慢，跑完可能还会有没尽全力的感觉。以我个人跑全马的经验来说，一年只选一场全马来跑。以前比较常用平均速度分配跑法。以2019年台北马为例，就像前面说的，常常有顺风、逆风、上下坡、转弯等变数，再加上拼斗心态不足，后半段通常就是以爆掉、大降速收场来跑完全程。而后来一样是2020年台北马，
改以前慢后快跑法。好处就是全程没有抽筋或爆掉的情况发生，后半段还可以加速跑完全程。以上列举3种配速类型，可以依据个人的训练量、个性等等因素来执行，以达到最佳效果。不知道大家跑全马都用哪一种方式，或是有其他配速方式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喜欢的朋友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